当年我们被严承文赶了出去，我们身上都没有钱，而且婆婆又受伤了。我很怕我们那刚刚出生的孩子会养不活，所以我就把我们的孩子送给了甘师傅。甘师傅，甘东海，你是说把我们的儿子送给了甘东海？都是我的错，我真的是该死。如果不是我染上了烟瘾，败掉了所有的家产，你们也不会受这么多的苦。秀茹，我愧对你，更愧对我们的孩子。严承文，我今天发誓，这笔账我要一笔一笔的跟你算清楚。不，你为什么要想着报复呢？今天我们有机会可以重逢，是上天在照顾我们，所以在我们的心中不应该有恨，我们应该要原谅他们。而且严承文的女儿到现在还在受苦。虽然我们的生意现在没了，但是我们可以趁这个机会去找我们的儿子啊。你怎么不去看秀茹啊？这些灾民我和六金能照顾的，现在最需要你关心的是秀茹母女俩。来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。妈，你们都来了。妈，当年你恢复了记忆，下定决心要出家，我和若兰都不敢去打扰你。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会重逢。我终于盼到我的儿子回来了，我的媳妇儿也如愿以偿了。妈，我恢复记忆之后，我不敢跟秀茹她们母女相认，我根本没有勇气去面对我的妻子跟女儿。得知妈妈遁入空门，我的内疚跟痛苦更加无地自容。如果不是秀茹跟若兰她们找到了我，到现在我都没有勇气跟她们母女相认呢。孩子，人生在世上，当然会面对起落浮沉、生离死别。尝尽了甘苦，对未来就更踏实。能够真正领会到，平安就是福气。可是我们一家人却遭受了这么多的苦，都是拜那个严承文所赐。他霸占我们家祖业，我可以不跟他计较，但是严承文害得我们一家受了这么多的苦难，我一定要跟他算清楚这笔账。算了，承武，我们是斗不过严承文的，你可千万不要去冒险呐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只有烂命一条，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孩子，你不是什么都没有，你有一个家，还有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。你们夫妻都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，
你应该把孩子找回来。当日我被严承文所害，让你们一家人流离失所、骨肉分离。当我想到我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心如刀割。妈的话说得很对。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，都可以重逢。我相信，我们一定可以把我们的儿子找回来的。奶奶，我们会时常来看你的，你要答应我，不要不见我们呀。当日我不愿见你们，也有我的挣扎。后来我出家为尼，一切都看开了。人生聚散无常，我们要珍惜每一次重逢的缘分。阿弥陀佛，佛祖有灵，你们夫妻终于劫后重逢，父女也重聚了。记得要惜福。常武，你记得吗？当日我跟你说过，这是因果循环，有得就有失，要懂得放下，不要再跟承文对抗了。妈，我们全家现在真的都很想去找我们的儿子。有些事情不能强求。人生在世，讲的是一份姻缘。寻寻觅觅，天涯咫尺。你们好自为之。妈，那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来见你呢？我已经是方外之人，你们不必记挂着我。滚滚红尘，苍生疾苦，记得要把爱遗留在人间。阿弥陀佛。那个人长得高高瘦瘦的，但是一脸的憔悴，还带着一个8、9岁的小孩儿，好像是父子俩。你们到底去了哪里？我相信程武已经回来了。既然你们一家团圆，我留下来还有什么用？除了祝福，我也给不了什么。希望一切烟消云散，你们重新开始生活。
你要去哪儿啊？怎么说走就走了？我只是暂时离开，去找亲人。你们一家人不是都团聚了吗？还要去找哪个亲人？会不会撇下我不管了？你放心吧，我们早就把你当一家人了。真的吗？还是爹好。若兰，若兰，若兰，有人在吗？我是一龙。若兰，若兰，若兰，若兰。哎，你是谁？我是若兰的朋友。你知道这家店为什么给人封了吗？你说你是若兰的朋友，那你怎么会不知道这店被封的原因？请问你是谁？这里附近的人都认识我，我是这里的巡城马。啊，原来是大陆叔叔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若兰很多次在我面前都提起你的名字。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。你说什么？素食馆被人下毒？为什么会跟严成文有关？除非你是外地人，否则你应该知道，吉祥客栈和福海酒楼的老板就是严成文。这我当然知道，只是严成文为什么要害若兰一家？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说起来，他们两家还是亲戚，可是他却让若兰他们一家家破人亡。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什么？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呢。误会？算了，反正这事情也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我曾经受过秀茹阿姨和若兰的大恩，我现在在上海帮人做生意，这2天刚回来。没想到，他们就出了这么大的事。我想，他们也刚离开不久，我正准备去找他们。我帮你带口信给若兰吧。你怎么称呼？如果我不是有事在身，我一定和你一起去找他们。请你告诉若兰，说柴义龙回来了。柴义龙？原来，若兰心有所属的就是你啊！好小子！若兰也常跟我说，大陆叔叔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还叫我多跟你学习呢。成文，我走了这么久，佩佩还是一点起色都没有。这段时间，你到底为她做了一些什么事儿？我还能做什么呀？你们沿途回来，都应该知道邻近的乡镇发生了一些什么事。我除了守着佩佩，哪儿都没敢去，就一心等着你回来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。我在外面忙碌奔波，你觉得是在玩吗？哼！等等，你回来没2句话，就又要去忙你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呢？你究竟想说些什么？老爷，您让我跟佩佩回杭州老家吧。我不想和佩佩孤零零的待在同城，行吗？你跟佩佩哪儿都不能去，就待在这里。为什么你不让我们回去呢？佩佩就算是死，也要死在杭州老家呀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带她回去。我
告诉你，现在外面到处在闹瘟疫，你还想带着佩佩上路？你如果要送她回老家，我怕你和她在半路上就会客死他乡。可是我……你别跟我啰嗦，等我做完买卖，我自有安排。六金，黑猪婶儿，哎呦，秀茹啊，辛苦你们了，我们来这里支持你们，这是积德、救人救己的好事。他们怎么跟你来啦？啊，他是我的丈夫。哎呦，你这是……哎呀，你看你一开始你就该告诉我你是秀茹的丈夫嘛。我这是怕唐突嘛，万一我说出来，你们再把我当成是骗子，那多不好。你这认识大陆？你是他朋友？是的，我们两个是在台湾认识的。哎呦，恭喜严先生，你们一家终于团圆了。秀茹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呢？我们是来找弟弟的，不过现在这一带都发生了瘟疫，我想我们暂时不能离开这里了。你弟弟有多大了？如果他还活着，就像他这么大了。小心点！怎么了？啊！少爷，是不是戈顿先生有什么变化呀？大家都在赌最后一把，全都押上了，谁也动不了。要想办法抽身，也没那么容易。是。少爷，您在哪儿交货啊？我认为最好是选在松江，那里是上海的市郊，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你先到那里安顿好，等货进了货仓之后，你马上通知我，我再跟小龙赶过来。阿贵啊，你马上去安排，这件事要快，而且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少爷，我马上去办。妈，你在想什么？这些日子，我一直都在想当年的甘东海师傅，因为他的老家也是在这附近。不知道他们的疫情
严重不严重？记得那时候我年纪还小，已经不记得那个厨师的模样了。希望上天能眷顾你的苦心，找回我弟弟。我已经答应他，不会去找你的弟弟了。只是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我真的非常希望他们可以躲过这次的灾难呢。我们不是已经在这儿分发草药了吗？很快就能传到乡里。当然希望最好能够碰到甘东海，如果碰不到，也算做了善事。奶奶不是常说把爱留在人间吗？我相信你奶奶一定很高兴，因为你爸爸终于变回来了。现在我也希望我可以等到你弟弟重新回到严家，不管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程叔叔，快来人呐！叶先生，叶先生，怎么了？叶先生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爸，没事吧？醒醒吧！醒醒吧！醒醒吧！叶先生，爸，叶先生，爸爸，你不要吓我！别吓我呀！快醒醒！怎么样？叶先生，醒醒啊！爸爸，你怎么样？叔叔，爸爸，你醒醒啊！叶先生，你不要吓我！大龙叔叔，你快看呐！程武，程武，程武！叔叔，你快救救爸爸吧！这些普通草药已经没有用了，我们赶紧去找医生。走，刘俊，帮我一下忙，来，帮我一把。小心啊！小心啊！爹，小心啊！爹，小心啊！爹，你没事吧？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，爹，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爹，你快醒过去！让一下，让一下，医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请你们让一下。你快醒过来！爹，你不能死！你不能死！爹，爸，清醒啊！我看你们先静一静，大夫一定会救他的。啊！爹，你不能死！爹，马上抢救。你放心，他会没事的啊。秀茹，他会没事的，你放心。秀茹，喏，爹，你不能医生，病人情况怎么样了？我已经给他注射了特殊的药。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能不能够救活，一时也难说。你们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啊！啊！爹，你快醒过来！你不能死！爹，你快醒醒！爹，爹，爸，爹，你快醒过来呀！爹，谢谢你，谢谢。你放心，他会没事的。程武经历了这么多苦难，都熬过来了，这一次也一定能吉人天下。爹，你快醒过来！你爹是为了照顾乡亲们，自己太累了，所以才会病倒的。
要不然以他的体质，也不会这么快就被传染了。其实他们帮助灾民，就是希望能在途中遇到当年严家的那个厨师。他们真傻，以为找到他就能知道弟弟的下落。但人海茫茫，怎么找啊？你妈妈为人一向乐观，她一直相信皇天不负有心人。就是因为她一直相信你爹会回来，所以才感动了上天，让你们一家团聚的。那还不是因为他身边有你这样的人一直守护他？你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，爸也是你找回来的。我只希望妈的期盼能再次感动老天爷，让我们找回失散多年的弟弟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应该跟阿青一样大了。就算你们暂时找不到你弟弟，你们这段时间也已经救活了很多人，应该觉得欣慰才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你认不认识一个叫柴义龙的人？你怎么知道？前几天你们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在你们家门口碰到他，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关心。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说他会在老地方等你。一龙，入兰，你在这里多久了？等了1天1夜，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爸回来了，但他染上了瘟疫，所以我可能没时间跟你见面了。那他现在怎么样？幸好大陆叔叔及时赶到，把他送进了医疗站。哦，那天我在素食店还曾经碰到他。大陆叔叔的确是一个大仁大义的好男人。我一直很渴望大陆叔叔能照顾我们，我甚至还希望爸最好别回来，因为我怪我爸当年所做的一切。可是当他回到我和我妈的身边，我们一家人都有一种莫名的心痛和安慰。你妈已经原谅你爸了吗？我妈从来都没怪过他，总是无怨无悔的等着他回来。虽然我知道爸心里也喜欢上了大陆叔叔，但这样反而让他更矛盾。其实我了解他的痛苦，虽然妈和爸重逢了，但跟以前也不一样了。他们之间好像多了一堵墙，始终也冲不破。也许这堵墙就是你大陆叔叔，因为你妈也喜欢他，而你爸对他更有说不出的感激和愧疚。若兰，幸好你只有我一个。如果还有一个像大陆一样的人，你会怎么办？我们俩之间没有另外一个人呢。你不是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六金吗？我只把他当成兄弟，像亲人一样。就算你有，我也绝不会让给他的。只要是我心爱的人，我绝不会让他溜走。我这次回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走。我们两个才刚见面，你这么快又要走了吗？
怎么把信给烧了？这你就不明白了吧？这是严成文交代给他的。不过，信的内容我倒是知道的。你死鬼，你怎么不早说呀你？信里头到底都说了些什么？那一天，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？严成文不想让我去杭州，其目的就是不想让我知道他的军火卖给了谁。但是他给柴义龙的信里面，却写得清清楚楚。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我已经了如指掌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对方是个东北军阀，杀人不眨眼，这些都不重要。不过这事儿我得好好的琢磨琢磨，因为我们两个要想逍遥自在的过下半辈子，就看这桩生意了。可义龙这小子，他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呢？他还嫩了点儿，他就算是孙悟空，也逃不过我如来佛的手掌心。大夫他跟我说，有些病人得了传染病，会引发并发症，甚至还会突然死亡。不会的，程武他身体强壮，他一定会挺过去的。大陆，你又救了程武一次，谢谢你。你放心，我没事。你一直盼着程武来，可程武现在却是这个样子。我相信你是非常难过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坚强，会支持下去的。嗯。秀茹阿姨，大陆叔叔，程武叔叔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刚给他打过针，不过情况现在还很难说。我妈也很担心他，所以要我来看他。怎么没有看到若兰呢？啊，我刚让她去买吃的去了。你……其实有件事情，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，我就是不敢跟秀茹阿姨讲。你想说什么事情啊？那个柴义龙他有问题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我曾经看他在严家出现过，而且就是跟严成文在一起的。什么？秀茹，那个柴义龙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他为什么会和严成文在一起呢？若兰她只告诉我，义龙和上海的一个老板在做生意啊。其实我也明白妈的心情，好不容易盼到爸回来了，却看着他染上了瘟疫，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。他想一个人陪在爸的身边。他们两个的重逢也真是多灾多难，只希望老天爷不要再折磨他们了。大陆叔叔，你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你会不会怪妈对你变得冷漠了？傻孩子，我了解你妈妈，她只是不想再欠我的恩情罢了。其实经过这些年的经历，我的心里慢慢平静了。你已经不爱妈了吗？
有些情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进行。我对你妈妈的爱，这一辈子都不会改变。大陆叔叔，因为我明白，最真的爱是成全，而不是占有。我现在真心祝福他们。我希望你们一家能永远幸福的生活下去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大陆叔叔，就是因为你的这种成全，才令我们一家人更加愧疚。傻孩子，我没事。其实，爱情并不是这么重要的东西。哎，等你啊长到了我这个年纪啊，就会明白了。哎，对了，翼龙呢？你见过翼龙吗？他很忙，我们匆匆见了面，他就被老板叫回去了。你是不是很喜欢翼龙？我从小看着你长大，想不到我们的小若兰也心有所属了。翼龙他跟你一样，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他为了孝顺奶奶，特地背他到我们店里来吃摘菜，因为误伤了流氓，逃亡在外。这次回来，他遇到了一个贵人，让他学会做生意。这么说，你们俩是真心相爱的？嗯。好，如果翼龙真的像你说的这么好，大陆叔叔啊，祝福你们。来，麻烦你让让。他已经不行了，叫人把他抬走。你说什么？程武，程武！医生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你快救他！你快救他呀！他已经非常虚弱了，需要大量的血浆。我们医疗站的血浆已经全部用完了，恐怕他是撑不下去了。那你抽我的血，你把我的血输给他。我好不容易把他背到这儿，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。医生，你一定要救活他，你一定要救活他呀！啊！医生。翼龙，你刚才说你想去探望我爸。我今天有空，你带我去医疗站吧。好。你爸好点了吗？好些了。程武，你一定要撑过这个难关。大陆奋不顾身救你，你可千万不能辜负他的恩情啊！
你对我的深情，我永远都会铭记于心。这辈子我欠你的实在太多了，我怎么样才能回报你呢？秀如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什么大陆兄弟他也在这里？你得了传染病，大夫说你需要大量的血液。幸好大陆出现，才把你救了回来。